你有没有发现，美国最近说话越来越直白，以前还要拐弯抹角，现在干脆直接摊牌。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一次专访里说了一句让台北政坛心头一紧的话：晶片产能要55分，美国不能让台湾掌握95%。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听上去像是合理分工，其实背后暗潮汹涌。为什么？因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美国不再想完全依赖台湾。台积电过去一直被称为细盾，大家以为只要晶片在手，台湾就是美国的战略命脉。但现在美国反过来提醒你，过度依赖是风险，而不是保障。这不是随口说说，而是有数据撑腰。根据半导体产业协会 SIA 统计，全球先进制程晶片产能有90%以上集中在台湾，尤其是台积电，一家就吃下全球过半市占。美国人看着这些数字，心里怎么可能不打鼓？一旦台海有事，他们的战机、导弹、手机、汽车全都可能因为缺晶片而陷入瘫痪。所以卢特尼克才会抛出55分的说法。这不是建议，而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他们要把生产线搬回本土，至少一半晶片得在美国自己掌控，这样才算心安。可是问题来了，如果台湾顺顺当当地把产能交出去，会发生什么？学者翁履中点破，台湾的筹码正是因为不可取代，如果主动把优势让掉，不仅削弱了战略价值，还会让美国产生一个危险认知，台湾不管怎样都会配合。那接下来美国还会给你更多保护吗？恐怕只会反过来压价，甚至冷淡。再想想，这其实跟商业逻辑一样，假设你手里有一家独门工厂，全世界只有你能造这种零件，客户当然对你客客气气，甚至保护你。但如果你乖乖把技术交出去，让客户自己开厂，那你还值钱吗？台积电的故事就是台湾的故事。问题是，台湾内部很多人还沉浸在美国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幻觉里。可现实是，美国的承诺从来都建立在利益交换上。你有东西可以拿来换，他就会伸手；你什么都交出来了，他凭什么还要继续投入？这就是翁履中要提醒的，不要过度顺从。晶片不是保护费，而是谈判筹码。要学会问自己，我能付出多少？我要换回什么保障？悬念在这里，如果台湾不该一味顺从美国，那还有没有另一条路？是不是只能两边都得罪？还是说有可能找到第三种解法？答案很刺耳，可能必须考虑跟北京建立最低限度的危机管控。听到这句话，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不可能。可换个角度想，美国是靠利益，台湾在他眼里只是供应链节点。那北京呢？地缘政治摆在那，距离这么近，风吹草动都会受影响。与其完全依赖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如主动探索一种最低程度的沟通机制，至少能避免被美中同时夹杀。这不是投降，而是战略。就像冷战时期，美苏之间都有热线，哪怕互相敌视，也必须留一条沟通管道，否则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台湾如果完全把命运压在美国一定会出手上，那风险比赌博还高。再说白一点，美国人最想要的其实是两件事：第一，减少对台湾晶片的依赖；第二，确保台湾在危机中不会牵动美国经济。所以55分的逻辑就是把台湾慢慢推到次要角色。你觉得美国是真心想保护台湾，还是只想保护自己的供应链？这个答案大家心里其实都有数。我们接着往下说，很多人一听到跟北京沟通，心里就排斥，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放弃主权，是不是软弱？但其实这里讲的不是投降，而是危机管控。想象一个场景，邻居家常年不对付，隔着一道篱笆天天瞪眼，但你至少要有个办法，万一鸡跑过去了，火烧过来了，能打个电话讲清楚，不至于马上拔刀相向。这就是所谓的最低限度沟通机制。台湾和北京的矛盾大家都清楚，历史、政治认同纠缠不清，但如果完全没有沟通，风险只会放大。美国希望把台湾拉在身边，可问题是，当美中关系骤然恶化，台湾就会立刻被卷入。换句话说，台湾不是主角，而是战场。这也是翁履中的提醒，台湾要主动争取可替代选项，至少能在危机爆发前多一条缓冲带。你不能只靠别人喊口号保护你，你要能在关键时刻自己找到退路。说的直白点，美国人天天讲保卫民主，但一旦真有冲突，他们首先考虑的是我的晶片够不够，我的企业能不能运转，
股票会不会崩？至于台湾社会会不会付出巨大代价，他们的痛感没有你强。数据不会骗人。根据经济学人分析，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全球 GDP 可能瞬间蒸发10%以上，比2008年金融海啸还严重。美国当然害怕，但害怕的重点是自己经济会被拖下水，所以他们的解方就是把晶片产业拆分掉，不要全部绑在台湾。问题在这里，美国要的是去风险，但对台湾来说，这就等于削肉，少了晶片的独特地位，你在国际舞台上的筹码还能剩多少？这就是所谓的细盾逻辑正在被动摇。过去，台湾习惯性的说，我们做全世界的晶片工厂，所以大家会保护我们。但美国现在反过来说，你做的太多了，大家才担心会被你绑架，逻辑完全翻转。再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假设有个朋友天天依赖你借钱，他怕失去你，所以对你很客气。但如果有一天他不再需要你，甚至觉得你掌控了他，那他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摆脱你。台湾的问题就是晶片既是护身符也是枷锁。那么转向北京沟通会有什么风险？第一，国际观感，只要台湾释放出愿意谈的信号，可能被美国解读为摇摆，甚至怀疑你是不是想投向另一边。那美国会不会加速把晶片搬走？极有可能。第二，北京会不会得寸进尺？这是很多人的担心。你开了口，他们是不是会趁机提出更高要求，要你在政治上让步？这个风险不能否认，但机会也在这里。危机管控不是要解决所有矛盾，而是确保在最坏的时刻不会一触即发。比如可以先谈单一议题，像半导体供应链、航运安全，甚至是军机在台海擦边问题。只要有基本沟通机制，就算不能化解矛盾，也能降低误判。你可能会问，美国会同意台湾走这一步吗？很难，但问题是，台湾真的要把命运完全交到别人手里吗？当别人动不动就拿出55分的算盘，你是要坐着等被瓜分，还是自己去争取一条安全边界？这才是重点。翁履中说，台湾要先问自己能付出多少，又要换回什么。这句话其实是给所有人提了个醒，不要只想别人会保护我，而是要想我拿什么保护自己。再说得直白一点，台湾的未来不是选亲美还是亲中，而是能不能在这两个巨人之间找到一条能呼吸的缝隙。悬念来了，如果台湾真的想维持自主，到底该怎么做？只靠晶片还能撑多久？美国的产业回流计划速度又有多快？接下来我们得看清楚，美国说55分不是随口喊口号，而是早就布局的产业回流大棋。你应该记得，拜登政府在2022年通过了晶片与科学法案 CHIPS and Science Act， 直接端出527亿美元补贴，目标就是吸引台积电、三星、英特尔这些巨头，把产能搬到美国本土。别小看这笔钱，美国政府很少愿意砸这么大手笔去补贴制造业，这次完全是为了晶片。台积电呢，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已经动工的2座厂，计划2025年、2028年分别量产3奈米与2奈米制程。表面看，这是台湾技术输出到美国，增加彼此绑定。但你仔细想，美国要的是供应链安全，而台湾呢，把最先进的技术放到国外，等于自己逐步掏空护城河。更关键的是，美国在暗中玩双保险，一边拉台积电过去，另一边全力扶持本土厂商。英特尔就是最大的受益者。英特尔过去几年被台积电打得节节败退，但有了政府补贴和政策保护，它正在大规模重建先进制程。换句话说，美国的算盘很清楚，短期靠台积电填补产能缺口，长期则要让自家企业追上，甚至超越。等他们真正站稳脚跟时，台湾的独特地位就没那么独特了。有人会问，那台积电为什么还要过去？答案很简单，国际压力和市场。台积电如果不去，美国可能会用更激烈的手段限制它的业务。比如说，美国已经禁止台积电向华为供货，就是赤裸裸的在利用规则逼你站队。与其坐等被动，不如主动布局，至少还能保住和美国的合作关系。但问题在于，台积电去美国设厂的成本高得吓人。根据公开数据，亚利桑那厂的建厂成本是台湾本土的4到5倍。人力、物料、法令、工会问题全部堆在一起。张忠谋自己都说过，美国要在成本与效率上追上台湾，几乎不可能。那你可能会想，既然不可能，美国怎么还硬要做？很简单，美国不在乎效率，它在乎的是安全感。
就像买保险，你花再多钱也要有一份备用方案。这就是台湾的困境，你的优势建立在效率与规模上。但美国的逻辑不是效率，而是战略。只要他们觉得把产能留在台湾风险太大，就会想办法搬走，哪怕成本高的离谱，他们也要做。更棘手的是，台积电输出的不只是产能，还有技术团队。过去台湾引以为傲的工程师文化正在被美国吸收，长远看，这对台湾的半导体生态是巨大流失。那台湾还能怎么维持筹码？答案不只是在产能上，而是在整个生态链。比如说晶片设计，像联发科、上游材料、设备服务，还有更关键的创新速度。只要台湾能在某些环节保持全球领先，即便美国拉走一部分产能，你还是不可或缺。这里有个细节很值得注意，根据麦肯锡的预测，到2030年，全球半导体市场规模可能突破1兆美元，其中人工智能和高性能运算会是最大驱动力。换句话说，未来不是看谁的工厂多，而是谁能提供最顶尖的晶片解决方案。所以，台湾如果只是死守代工大国的角色，早晚会被削弱。必须升级到创新核心，让别人即使把产能搬走，也还得依赖台湾的研发、人才和速度。但问题是，美国也在挖台湾的人才。台积电去美国设厂，不只是设备搬过去，人也要跟过去。长远看，这会不会导致台湾技术优势外流？会。而这就是美国算盘里最狠的一步，先靠你，再取代你。悬念就在这。台湾还有没有新的战略护城河，还是只能看着细盾逐渐失效？我们继续看，如果台湾的细盾真的被削弱，会发生什么？过去20年，台湾几乎是靠晶片撑起国际能见度，外交空间有限，邦交国屈指可数。但台积电就是一张超级名片，各国政要来访，几乎都会排进行程，拜访半导体。你看过多少外国领袖公开称赞台湾的晶片贡献？这就是细盾的力量。可是，如果产能慢慢转移，美国、欧洲、日本都各自有了工厂，那台湾还剩多少独特价值？可能从必不可少变成重要但可替代，这就是风险。一旦台湾的筹码下降，国际承诺也会随之打折。想象一下，如果未来某天台湾被孤立，美国国会内部会出现2种声音，一派说要保护台湾，另一派会说，反正我们已经有自己的晶片工厂了，为什么还要冒险？到时候，美国的战略算计会更倾向于降低成本，而不是全力护台。那么，台湾还有什么外交筹码？第一是地缘，无论美国、欧洲如何布局，台湾在西太平洋的位置都太关键了，这里是第一岛链的核心，军事上难以忽视。换句话说，就算晶片优势下降，台湾的地理位置依然是筹码。第二是制度与供应链的信任，虽然很多国家也能造晶片，但台湾几十年来累积的商业信用、交货可靠性与客户长期合作关系，不是短期能取代的。台积电之所以被称为护国神山，不仅因为制程先进，还因为它几乎零丑闻、零泄密，客户敢把最机密的设计交给它。这种无形资产同样是筹码。第三是区域经济合作，未来10年，东南亚会是全球供应链的新舞台，越南、马来西亚、泰国都在承接电子制造。台湾如果能把自己定位成区域整合的核心，不仅是晶片代工，更是整个供应链的策划者，那依然有不可替代性。可是这些筹码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台湾要不要敢于重新定义自己。现在台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战略思维还停留在过去，太多人以为只要有晶片，美国就一定护台，但现实是美国正在分散风险，晶片的护身符作用在下降。台湾如果不主动升级，就会陷入被动。那未来10年的生存策略是什么？有3个方向。第一，产业升级。台湾必须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封装等领域加快投资，不只是代工，而是占据研发与专利高地，这样才能在新一波科技浪潮里保持话语权。第二，外交多元化，台湾不能只押宝美国，也要加强和欧洲、日本、东南亚的经贸合作。你看欧盟，他们提出去风险战略，但同时也愿意补贴台积电在德国设厂。台湾完全可以用技术合作换外交空间。第三，危机管控。
这点前面提过了，再强调一次，台湾不能只寄望于美国保护，而要自己去建安全阀，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沟通机制，都比完全断裂好。你要有能力在美中夹击中找到一条能喘息的缝。有些人会问，这是不是太悲观？其实不是，而是务实。因为美国的算盘已经明明白白写在脸上，我要55分。既然别人已经摊牌，台湾也必须学会算自己的账。未来10年，台湾真正要思考的不是别人会不会保护我，而是我有什么能让别人非要我不可。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如果台湾真的无法保持晶片的绝对优势，还有没有可能找到新的护身符？比如说能源、航运，甚至是数位治理。这就是下一个悬念，台湾能不能找到晶片以外的战略资产？如果晶片的细盾正在失效，那台湾有没有机会找到新的护身符？答案是有，但必须敢于压住未来。先说第一个可能，新能源。未来10年，全球能源结构正在重塑。国际能源署 IEA 预测，到2030年，全球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将翻倍，太阳能与风能将取代大部分传统煤电。而台湾本身虽不是能源出口国，但有一个独特优势，技术与岛链位置。台湾是全球最早推动离岸风电的亚洲地区之一，丹麦、荷兰的能源巨头纷纷来投资，就是看中台湾海峡稳定的风场条件。若台湾能把握住这个窗口，把自己打造成亚洲绿能示范中心，那它就不只是电子代工厂，而是区域能源转型的枢纽。能源安全本身就是地缘政治的底牌。再说第二个可能，航运与海上通道。不要忘了，全球大约40%的货柜运输要经过台湾周边海域，马六甲海峡到东北亚的航线几乎都会绕过这里。换句话说，台湾的位置天然就是海上咽喉，一旦台海局势不稳，全球供应链会立刻受挫。2021年苏伊士运河堵船事件，几天就让全球经济损失数百亿美元。台海的航运重要性比苏伊士还大得多。如果台湾能在国际规则里把自己定位为关键航运安全提供者，那就是一张新护身符。想象一下，如果台湾提出一套方案，确保不论局势如何，航运秩序必须维持，甚至和国际组织合作建立多边护航机制，那台湾在国际体系里的地位会完全不同。别人会发现，即使你不是晶片独大，你依然是供应链稳定的关键。第三个可能，数位治理。这是很多人忽略的一块，台湾在数位社会的治理经验其实有不少国际关注。举个例子，防疫期间台湾的实名制口罩系统快速上线并稳定运行，就曾被许多国家当作案例研究。再比如，台湾在数位民主、开放资料、网络治理上的实践，已经被一些欧洲智库列为新兴模式。你可能会觉得这些软实力不如晶片硬邦邦，但别小看未来的趋势，随着 AI、数位货币、资安战争愈演愈烈，谁能提供一套可信的制度范式，谁就能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台湾完全有可能把自己打造成数位治理实验室，让全世界来学习、来合作。换句话说，未来台湾的护身符不必只靠硬产业，能源、航运、数位制度都是可能的新筹码。关键在于台湾要不要敢压住。但问题也来了，这些护身符能不能快速见效，恐怕没那么容易。绿能需要长期投资，航运安全需要国际共识，数位治理需要持续累积。相比之下，晶片的筹码是现成的、立竿见影的。台湾会不会因为眼前的安全压力而不愿意投入长期筹划？这是最大的挑战。翁旅中的警告就在这里，台湾不能沉迷于美国一定会保护，更不能抱着细盾永远有效的幻觉。要想真正安全，就得开始布局新的筹码。你可以把台湾想象成一个企业，过去靠一款明星产品晶片打天下，但市场环境在变，竞争对手在追赶。如果你只守着旧产品，迟早会被超越。你必须开发新产品，建立多元收入线，这样企业才能持续。同样的逻辑放在台湾身上，就是必须找到第二护身符。只有这样，台湾在未来的国际博弈里才不会从关键玩家变成普通角色。悬念在这，美国说55分不是今天明天就能实现，那台湾还有多少时间窗口？5年、10年还是更短？时间是最残酷的变量。台湾的晶片护身符还能撑多久？
这是一个没人敢正面回答的问题，但数字可以给我们一些线索。先看美国，根据半导体产业协会的数据，美国本土晶片产能在1990年代曾经占全球37%，但到2020年掉到只有12%。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慌了，非得拿钱砸。如今拜登政府喊出目标，要在2030年之前让美国的晶片产能翻倍，至少恢复到全球20%以上。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给台湾留的时间不超过10年，因为一旦美国的工厂逐步开出产能，台湾的重要性就会下降，尤其是先进制程。美国找台积电去亚利桑那盖厂，就是要确保自己手里也握有最前沿的那一把钥匙。再看中国，过去几年，中国在半导体上的投资规模同样惊人。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光是国家大基金17、27加起来就投入超过3400亿元人民币。虽然中国在先进制程上仍然落后，但在成熟制程28奈米以上已逐渐追赶。甚至在去年的一些新闻里，中国厂商在逆境中仍然能量产某些7奈米晶片。换句话说，美中都在加速追赶，而台湾夹在中间，美国要降低依赖，中国要减少被卡脖子。台湾过去独占鳌头的优势正在被两边同时蚕食，那时间窗口到底有多长？我会说保守估计是5到8年，因为美国厂要真正量产先进制程需要时间爬坡，但只要一旦上轨道，台湾的重要性就会被削弱。中国虽然受制裁，但在成熟制程和国产替代上也在快速推进。问题来了，在这倒数计时的5到8年里，台湾能做什么？第一，要敢于拿筹码换保障。晶片是台湾的护身符，但它不是用来缴保护费的，而是用来谈条件的。如果台湾现在就过度迁就，把产能无条件送去美国，那等于提前交出筹码。正确做法是，我可以配合，但我要换到明确的保障，例如更深层的防务合作，更广泛的国际支持，而不是空洞的口号。第二，要避免战略单压。如果只依赖美国，那一旦美国内部政治风向变了，比如明年大选换人，台湾就会陷入被动。台湾需要同时强化与欧洲、日本、东南亚的合作，让自己在多边体系中不可或缺。第三，要赶快培育新筹码。前面我们说过，绿能、航运、数位治理都是未来可能的护身符，但这些东西要花时间。台湾如果不在这5到8年里加速布局，等晶片护身符失效时，就会完全赤裸。这里还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风险，美国政坛的不确定性。现在拜登政府高喊挺台，但如果2024或2028后换了另一种政治风格的人上台，会不会觉得台湾太麻烦，干脆收缩战略？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到时候如果台湾自己没有多元筹码，就只能任人宰割。换句话说，台湾眼下就像在跑一场倒数马拉松，时间在1分1秒减少，美中都在往前冲，而台湾必须在有限的窗口期内把护身符多元化。问题是，台湾内部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是还在沉迷于美国一定会保护我们的幻觉？翁旅中的提醒其实就是要把大家从幻觉里拉出来，不要只看眼前的安全感，而要看长远的战略价值。如果不主动掌握主动权，那就只能眼睁睁看着时间耗尽，被动等别人决定命运。悬念在这，倒数5到8年，台湾会选择提前交筹码换短暂安全，还是用筹码去换长远保障？走到最后，我们必须把问题问得更直白，台湾究竟要在美中角力之间活成棋子，还是活成玩家？美国已经摊牌说要把晶片产能5-5分，表面是帮台湾分担风险，实际上是削弱台湾的独特性。美国的逻辑很冷酷，你对我有用，我就挺你；你没那么重要，我就优先考虑自己。中国也在全力追赶，想摆脱被卡脖子的窘境。对北京来说，台湾的晶片是短期想要的资源，但长期目标从来不只是经济，而是政治。这就是台湾最危险的处境。两边都在算计，而自己如果不算计，就只能被动被算计。翁旅中的警告其实就是提醒台湾不要再沉浸在美国一定会保护的甜蜜幻觉里，保护不是感情，是利益。台湾的晶片优势是筹码，不是保护费。如果你自己不懂得用筹码换条件，那别人自然会替你算好条件。那么台湾接下来该怎么走？第一，不要提前交筹码。台积电赴美设厂是现实压力下的妥协，但台湾要谨记，不能无限制地把优势让出去。每一次迁就
都要换到实实在在的保障，否则就是白送。第二，必须多元布局，晶片护身符不会永远有效。台湾需要在新能源、航运安全、数位治理等领域建立新的战略价值，这样即使晶片不再独大，你也还是别人离不开的节点。第三，危机管控不能缺席，在敌对的国家也得留一条沟通热线。冷战时期，美苏都有热线，台湾与北京若完全断链，只会让误判风险成倍增加。最低限度的沟通不是投降，而是生存。第四，时间意识要强。美国的晶片工厂最快5到8年后开出产能，那就是倒数计时。台湾必须在这段时间里把战略筹码多元化。如果到时还没有替代护身符，那细盾一旦失效，台湾将赤裸无防。最后要说的是，台湾不该只问美国会不会保护我，而要问我能提供什么，让别人非得保护我不可，这才是主动，而不是被动。世界的残酷真相是，没有人会因为喜欢你而保护你，只有因为需要你。所以，台湾要做的就是确保自己永远被需要。